姐，这是你们的案子，放那儿吧，又是别人挑剩下的吧？哎呀，梅姐你别多想，每次都是随机分配的。不过这次庭长特地把一个大案子给了你们。什么案子啊？钱新良故意杀人案。让我看看。小夏，你真是太幸运了，一来就有大案子。有梅姐您带着，咱们进去。钱新良是吗？啊，我呀是律学给你指派的律师啊，我叫谭鑫，签个字儿。这个要钱吗？钱吧，你不花钱，政府给你花钱。啊。你给我，摁那名字这儿。钱新良杀过自己老婆吗？杀过。啊，我没杀，我没杀，吓我一跳。行了，那你说说吧。我说啥呀？你家有多少钱呢？血迹是案发之后15天才在钱新良家发现的。如果是死者的，就一直在菜刀上这么长时间了。钱新良他们家菜刀就这一把呀？不确定，案卷里没体现。钱新良杀完人之后，有可能没用过那把菜刀啊。梅姐，要是我是凶手的话，我肯定不会留着杀人凶器的。而且我为什么会对一把破菜刀这么有感情呢？就放在那儿，既不舍得用，也不舍得扔。没钱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喽。如果呢，卖房卖地，积极赔偿，尽量获取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没准能换个死缓。哎呀，那你这案子当时在滨江也是轰动一时啊。行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是冤枉的，说点新鲜的。律师，我真的是一样的，我没杀人。行了行了行了，我呢还有事儿呢啊，过两天再来看你吧。你呀，在里面保重身体啊。对了，能吃，尽量多吃点啊。小夏，这个案子咱俩的分歧还是挺大的。梅姐，这些都放在一边儿，死者是不是于三花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性的。如果在这儿出了差错，那就是天大的失误，我们都要负责任的。也许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梅姐，我是不想咱俩冒险。这么说，你还是为了我好啊？我还以为你嘴上不说，心里觉得我年纪大，业务不行，跟不上时代呢。谢谢你啊，对我这么照顾。您真的想多了。是你想多了。我直说吧，我认为尸体就是于三花，没毛病。证据、口供、鉴定报告，公安局、检察院都认，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小。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但那只是万一。那万一也是有可能的呀。这可是3条人命啊，梅姐。怎么是3条呢？如果判了，钱新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于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庭长，他还不如小孙呢。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我说什么都是不对的，这凭什么呀？就凭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那我也是东都政法的呀。庭长，您不也是吗？是。反正这个案子呀，我肯定是不能退卷的。哎，小夏，在这儿愣着干嘛呢？没事没事。被告人因为家庭问题和被害人产生了矛盾，本来应该以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商量解决，但被告人不能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心生恶念，将被害人杀死并分尸，
其主观恶意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严重。本案被告人以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人生命并分尸，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应该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是否认罪？我冤枉，审判长，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杀他呀。好，你的态度本庭知晓。辩护人，请问你的辩护意见？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症结确凿，本辩护人不持异议。但辩护人要指出的是，本案是一起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激情杀人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案发诱因上，被害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他作为妻子，放任第三者插足，逼迫被告人离婚，并拒绝归还被告人当初为娶她而支付的彩礼，导致两人的关系持续紧张，使被告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被告人一向表现较好，遵纪守法，本案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因此，辩护人认为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我不认，我没杀他，你们不要合起伙来陷害我。这就是所谓的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吗？我真的是冤枉啊！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被告人，你冷静一点。我问你，你第一次承认自己有罪是什么时候？记不住。他们说，只要认了，就让我睡觉，好几天没让我合眼了。你为什么前几次不肯认罪？小夏，你问这个干嘛？人不是我杀的，我认什么罪呀？我认什么呀？我啥也不知道。这里有5份口供，都是你自己交代的，时间、地点、凶器、行凶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你一直在说他们是谁？小夏，辩护人，对于我刚才提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夏英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梅姐，我越审越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太多，我还是建议退卷，让检察院补充侦查。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闹着退卷呢？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啊！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你屁股都坐歪了。好，我承认是，也许公安室有几份笔录不够规范，可是这是全市轰动的案件啊，怎么可能因为几份笔录不规范就否认基本事实呢？基本事实是我们无法确认死者就是钱新良的老婆于三花。你是认定了钱新良不是凶手是吗？你一会儿出去你就宣布他无罪，当庭释放。他可能是凶手，也可能不是，所以我只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嘛。你就狡辩吧你！小夏，对不起啊，我刚才情绪可能有点激动。梅姐，你说的我都理解。你都理解，你干嘛还这么轴呢？我不想手上沾血。我手上沾血了吗？
夏，为了我，你能委屈一回吗？梅姐，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儿，这不是咱俩个人的问题。好吧，合议庭没能形成统一意见，那就上报吧，上报院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3条、第53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钱新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你讲定实话吗？废话。这案子不可能翻案。为什么呀？你一开始就跑偏了。那死者是不是于三花，尸体是不是于三花，钱新良都不可能杀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钱新良没有作案时间，他们不可能连这个都没发现吧？先给你们来5瓶，不够再说。来，我帮你。你下这样的判断没有依据。当然了，公安局确定的第一犯罪现场是离下水村3公里外的树林里，凶手在那杀人、分尸，一部分尸块留在原地，一部分扔河里了，还有一部分扔玉米地里了，对吧？嗯。但是案卷里没提及呀，那是直线距离啊，小树林在河对岸呢。虽然钱新良是出于记不清也罢，害怕也罢，找人串供，但是有多人证实，钱新良那几天6、7点就在村口打牌，一直打到10点多才回家。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啊。你去过案发现场吗？你少卖关子，继续说。你知道分尸需要多长时间吗？一个有经验的屠夫肢解一头猪需要10多分钟，没经验的人呢？多长时间？我整了一条腿，我费老大劲了。你再想啊，那钱新良旁边还有个于三花呢，他想快，于三花能快吗？那干啥呀？那陪他竞走啊？那如果是搭拖拉机或者农用车呢？那不就是有目击证人了吗？那这案子多轰动啊！那怎么找这么长时间一个人都找不着啊？我退一步说啊，钱新良想要杀人，作案时间就需要更长。哎，干啥啊？这个足底局部角质增生形成的角质酸，俗称鸡眼。钱新良那几天呢，脚后跟就有一个鸡眼，那还感染了。你看我这是高仿，那钱新良的脚丫子这比我还完蛋呢。他能走多快啊？他能走多远呢？钱新良不可能具备作案时间。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我这表停了。10点。怎么？来。你就算推荐也没有用，所以我为啥说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做飞速业务，我不愿做刑辩。喝，都你的，都你的来。